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们是草妮妮和汉堡，今天继续为大家带来搞笑脑洞美漫《飞车来》第2季第18集。这一集主要讲班德被诅咒变身成狼车的故事。班德的叔叔不幸去世，班德却还在进行高歌。这时赫米斯带来大家的来信，有艾米的内衣购物目录、弗莱的亲热天堂、莉拉的内裤宣传册和班德的黑边信封。这表示他认识的某个人已经去世，班德希望那个人是自己的死对头，可打开才发现这个人竟然是叔叔。信中还写明天将会在家族城堡举行葬礼，遗嘱也会在那时公布。班德邀请众人一起参加。第2天，大家准时来到机器匈牙利王国。班德想让村民带路去城堡，村民却大惊失色，只因那里发生过不圣洁的事情。教授不屑一顾，他才不会相信这些无聊迷信。村民反驳：“那你知道机器人会走路和说话的秘密吗？”“当然，电路图就在你的机箱里画着呢。”但村民依旧相信迷信。为了让众人也相信，他将他们带到城堡。城堡里，葬礼已经开始，叔叔尘归故土。接下来，律师宣读遗嘱，尽心尽职的管家只获得1点工资，而废柴儿子获得全部财产，总共是1000万。至于侄子班德将会获得这座城堡，但前提是他要在那里过上一夜。大家只好照做。晚上，外面电闪雷鸣，城堡阴森凄凉，数不清的蜘蛛肆意乱动，邻近的墓园冷清又悲哀。班德却感觉良好。咋的了？原来是墙上的画在捣乱。教授走近一看，发现它不过是个附有运动探测器的可动眼部感应器。班德松了一口气，但这诡异的笑声又是怎么回事？班德吓得牙齿打架。看来城堡真的闹鬼，可最后一个人类灵魂早就在200年前就 over 了。难道这是机械鬼魂？正说着，墙上出现一排数字。班德刚开始还不觉得奇怪，但从镜子里看后，101、001、1010是魔鬼的意思。结果跑到走廊，又碰见叔叔和族人的鬼魂，他们还邀请他一起去西天。为了解开这一谜团，大家来到墓园，挖开所有的坟墓。原来由于这些机器人没有被埋在河里静电屏蔽的棺材里，所以他们的程序通过旧调制器泄露在电线中。鬼魂其实是全息投影图。可怜的班德仍不知情，他继续暴走，以为跑出城堡就会安全，却还是被一辆汽车无情碾压。等大伙找到他时，他已经奄奄一息。所幸每个人都有酒。恢复神智的班德开始诉说自己看到的一切。他表示撞他的那辆车不是普通的车，他就像一只狼。众人惊呼，荒谬的事实吓他们赶紧回到公司。可班德依然不好过，整晚他都在做汽车撞人的噩梦。约翰觉得他应该用点梅林凯的化妆品。这时莉拉在报纸上发现新纽约也有同样的橡胶摩擦轨迹，他出现在一起驾车撞人逃逸事件中。班德不可思议，因为昨晚他就在案发现场。他认为一定是把他撞倒的那个人尾随他回来了。班德十分害怕，事实上那个人并没有回来，是班德成为了那个人，还惩恶扬善，解决了2个专门在晚上做坏事的伪君子。但班德毫不知情，他继续生活在恐惧之中，甚至连自己为什么会倒在血泊中都不知道。看着身体里2个毛茸茸的垃圾，班德快要神经融化。因此为了获得专业帮助，他不惜花下重金。神婆告诉他，将他撞倒的是一辆狼车，他还会通过邪恶的车前灯把病毒传染给他。所以班德现在也是狼车，只要他的系统时钟在午夜被重置为0的时候，硬件就会被重新设定为一辆有谋杀倾向的汽车。可班德还没有那么大的名气去逃避处罚，不过他可以花钱买帮助。神婆说，唯一的办法是毁掉第1辆狼车，这样狼车会传输病毒的卸载程序，因此去掉班德身上的诅咒。反之，班德会变得越来越可怕，直到解决掉最好的朋友。机器人公寓，莉拉将班德固定在墙上，以防止他今晚再出去祸害众生。接着2人离开，时间很快来到午夜12点。班德挣脱束缚，变身为狼车，然后冲出公寓，开始攻击莉拉。弗莱愤怒，骂他是不忠实的恶魔车。2人展开追击，为了避免伤害班德，莉拉只好用挖机将他吊走。等他恢复原样，弗莱仍然怒气冲冲。果然吃醋的男人不好惹。3人再次来到城堡，顺着轮胎印找到第1辆狼车，但他却不是第1辆狼车，而是和班德一样的受害人。他说撞他的狼车在北冰洋。3人又来到北冰洋，可这也不是第1辆狼车。最后他们找到明星小黄，因为攻击小黄的正是第1辆狼车。故事还要从2019年说起，当时小黄还在一家汽车研究室工作，他负责生产一辆野蛮汽车。野蛮汽车是由世界上最邪恶的汽车配件组成。不过当它被完成之后，科学家们才发现自己犯了一个可怕的错误，那就是它根本不受人控制，是纯粹的邪恶。后来野蛮汽车依旧在废弃的研究室里，3人终于找到它，但它看起来很痛苦。突然午夜钟声响起，班德再次变身。弗莱引开野蛮汽车，莉拉准备将石头塞进他的排气管，结果他根本没那玩意儿。另一边，班德选择攻击弗莱，弗莱大喜，尽管不断受伤，莉拉把野蛮汽车引到倾斜路面，然后借此机会让他领盒饭。班德也变回原样，弗莱却不知所踪，因为他还在班德
德的身体里。不过这不是问题关键，关键是班德选择了他。都说爱之深，恨之切，往往爱得越深，也会导致恨得越彻底。所以弗赖坚信，只要班德选择攻击他，就表示他是他最好的朋友。但班德一开始并没有攻击他，因为不是每一个人都会爱之深，恨之切。与其说这是一种无奈，不如说它是一种扭曲的爱，打着爱人的名义，做着伤人的事情。这已经与爱相悖。真正的爱不是为了得到而得到，而是为了成全而成全。正如班德没有选择攻击弗赖，但会愿意去成全他，只因为他是他最好的朋友。可大多数人无法做到成全他人，除了父母对于孩子，其余世上大部分爱其实都很自私，因为自私才会因爱生恨，才会爱之深恨之切，才会给予对方全部的伤害。我要杀了你，我也要杀了你，伙计，我也要杀了你。本期视频就到这里了，喜欢的朋友别忘点赞、评论、加关注，咱们下次再见，拜拜。